房子会因为工作而搬来搬去，家人也不能时刻相伴。细想一下啊，其实身边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如影随形，唯独手机是个例外。起床靠它，娱乐靠它，社交靠它，学习靠它，就连洗手间方便的时候，你也得必须带着它。每个人每天都在和这个巴掌大的小家伙沟通交流，而 OS 就是它的思维灵魂。小厂魅族一直被戏称为中国手机厂商的黄埔军校啊。Flyme OS 诞生于12年6月25日，历经9年了，1年1版本。而今年魅族也为其开了历史上首场Flyme的发布会，去繁就简，伴随18系列重新上路。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手机灵魂系列 Flyme。这次我们先从图标聊起。Flyme 9的图标采用圆角矩形，全屏应用缩放至桌面图标时，过渡动画也很自然。而之前 Flyme 8会出现重影的问题。当然，你的界面图标做成什么样都有人不喜欢。Flyme 9这次加入了一个怀旧彩蛋，你可以在系统外观里更换之前历代的主题，但这些需要下载的主题意味着不那么原生，在适配度方面也要差一些。比如友商的 Handshaker， 可爱的机器仔就变成了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Flyme 团队之前被某绿厂挖去了一部分人，而加入了珠海工程师的 ColorOS， 图标风格也 Flyme 化。现在这兄弟俩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完全相同。等一下，刚才的画面我们故意把名字标反了，你发现了吗？没发现的请扣1，发现了的请打9的11次方再乘2021之后的数字。既然你 ColorOS 图标像我，那么我 Flyme 也礼尚往来一下啊。Flyme Selection 没错，就是 ColorOS 的 Art Plus， 这个壁纸里有各种节气、节日、影像专题，但刚刚推出的数量和质量都比 Art Plus 要逊色一些。Alive 壁纸才是这次的重头戏，你可以把它看成灵动壁纸的升级版。之前灵动壁纸的理念是将锁屏和桌面结合，带来一体自然的用户体验。但魅族之前明显遗漏了一个重要功能——息屏显示，这也可能它就是想留给下一次升级。看看隔壁 MIUI 12推出的超级壁纸，实现息屏、锁屏到桌面的一连贯交互体验。但我们发现，无论是 MIUI 还是 Flyme， 后续的升级也仅仅是新增几张壁纸，似乎这种理念到了最后，也就是照常更新一般。魅族还能怎么给它进化一下呢？最多就是完善息屏这一步了。是的 ，Flyme 9的 Alive 壁纸的确完善了，并且做得更好，它可以自定义了，可以让任何壁纸都完美应用到3个层级，细节也没有落下。LD 界面可以看到气泡光影，过渡动画优雅自然，主题界面模糊使图标更易辨识。有了新设计就有新的玩法，之前的苹果刘海、华为药丸都被网友们玩得不亦乐乎。Alive 壁纸也有它的玩法，这组表面上它像个小肉球，你点击一下，哪吒就生出来了，不用再苦等3年6个月了。这个表面上它像个精灵球，点击一下就决定是你了，皮卡丘。这段时间里 Alive 壁纸可玩性确实更高，可自定义就意味着它的覆盖面要更广，基于一个理念设计的功能点被不同厂商共同完善，相互超越，最后落下的就是最真实有趣的用户体验。买卖二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息屏啊，这有什么好聊的呢？谁家都有是吧？Flyme 在其他地方快人一步，但是在息屏方面确实要慢人一步。但 Flyme 总能玩出一些新的花样来，比如息屏通知中的小圆圈，它不是好不好做的问题，就是那种很少见的那种很简单的呼吸动效，但它就很灵性，很魅族范儿。既然通知做成了小圆圈，指纹识别也是小圆圈，那我们何不把息屏显示也做成个圆圈呢？你看，一共3个圆圈，3个圈啊，你懂我意思吧？这次息屏显示还支持自定义文字，当时我的第一直觉就是要用这句话，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如果你是个牌友，还可以摆副麻将，当然你还可以直接放个收款码，当客户给你提额外需求的时候，你就自然的给他拿出来。Flyme的小窗应该是目前所有 OS 中主动触发最快捷的一个，从屏幕边角向内滑，然后松手的一步就能打开想要的应用。你可以查看消息，看完点击旁边就能退出小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8个字可以很好的形容它的便利程度。感知不强，图真功耗。这次小窗还新增了悬浮窗口，用一个场景来举例。帅博士，你女朋友问晚上看电影吗？你回复不看，就可以结束对话。你回复好的，这个时候你知道后续肯定要聊看什么电影，就可以上滑悬挂一旁继续刷一波，需要回复的时候再轻点一下。同理，你也可以用悬浮窗口看直播、挂游戏更新，长按还能静音游戏背景音。如果你只想听声音，右滑就能贴边隐藏。当然，小窗视频静音和贴边隐藏这2个功能 iOS 14就有。除此之外，小窗还有多种触发形式，比如长按快捷开关、应用间跳转、实屏等。不可否认 ，Flyme 9小窗参考了别家的优点，种种叠加只是为了最大化减少用户跳转感，
同时带来高效的使用程度。如果把一条直线的左右看成小窗和分屏，那么 Flyme 9的小窗更像是中间点，小窗用来临时处理，用完即走，悬浮窗口可以一心二用。Flyme 9这次有个重要更新，就是4重隐私保护，这4个名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游戏装备呢。守护权杖用 iOS 的人一定很熟悉，这个功能会询问你是否允许应用发送通知、获取联网、读取本地网络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应用就可以随意读取本地网络，查看手机连接了哪些智能设备，推测出你的兴趣爱好、作息时间等等等等，就像是一个无形的人，随时随地的在查看你的生活规律，是不是感觉很恐怖？隐私斗篷可以给应用一个空白信息，从而达到正常使用的目的，还能避免应用随意读取剪贴板的信息。你一定碰到过这种场景，刚和朋友在微信里聊了什么东西，打开购物网站，立马给你推荐了这个东西。碰到过的请扣1。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文字都去过哪儿？剪贴板你会复制口令、各种文本、各种账号密码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应用会通过这些地方，从而知道你最近想买什么，在关注什么，并精准的推送相关内容。Flyme 9的隐私保护可以监视应用的一举一动，还能欺骗它，让应用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此处也可以@MIUI。不是在跟我抢卖点吗？最后我们聊聊细节与不足。来电话时，马达会跟随铃声的节奏而震动；听歌时，状态栏会有歌词；熄屏时，左右滑动就可以直接切歌；锁屏密码可以滑动解锁，这也导致许多妹友的手机密码就是2580。如果是的，请在屏幕上扣1。侧边滑动可以快速查找应用 ，I'm Back 习惯之后非常顺手。横屏应用下的分享可以很好的避免应用从横屏跳转到竖屏带来的割裂感。支付类的应用在后台卡片中会做模糊处理。如果你在游戏中，消息会以弹幕形式展示，复制单号右下角会直接显示查看物流。无处不在的细节让魅族即便硬件有的时候差强人意，也依然会有不少人为 Flyme 而选择留下。当然，它也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点，比如没有时间插件，动画回弹机制不统一，有一些割裂感，图标的圆角矩形和文件夹的圆角曲列不统一。不过这也可以说是设计理念喜好不同。游戏商店的资源较少，比如专业的发热测试软件原神，它竟然搜不到。对了，还有最重要的，最新的 Flyme 9真的很费电，这也是最急需被改进的。在新系统更新之前，他的粉丝一直会非常期待，但一直期待有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比如魅族的老机型用户们，更多机型的适配工作也在有序的进行中，后面会逐步尽快的完成适配。我信你个鬼！所以妹友之间也流传这么一句话：进了内测，那你就真的一直在内测。希望不要让妹友们热爱消磨殆尽。作为魅族史上第一次单独召开发布会的系统版本 ，Flyme 9一上来就重拳出击，直接来了个35产品，一跃成为安卓阵营最纯净的系统。当然，它也有一些设计上的参考，比如说锁屏界面、手电筒和相机的打开方式就挺 iOS 的。但是就和我们上面聊到的一样啊，好的东西就是要被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最后留下的也是最真实、最有趣的用户体验。小窗更全面，壁纸更灵性。上面我们聊的这一切啊，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干净是它的外表，易用是它的灵魂。在这版 Flyme 9的实验室里面啊，有一个心率检测啊，这个功能没什么稀奇的啊，很多小伙伴都见过。手指按在屏幕上就能够看到跳动的心，正是这颗跳动的心，让小厂变得真小厂的时候，依然会有无数人为它等待、期许着。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喜欢，所以坚持。Flyme 9的35配置也表明了这次改变的决心。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更新，而是魅族这一品牌走向的分水岭。希望这个充满态度又小清新的系统能够一直保持梦想存在，带来更多利人、利己、利行业的产品，热爱我们的热爱。OK，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记得3连点赞投币，特别感谢。更多的任何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下一期想聊谁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不关注底下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